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对比34岁的肖战与28岁的王一博，才真正领悟何谓顶尖古香。巴黎时装周准时来啦！台上，模特们穿着时髦的服装，尽情展现风采。T 台下面，明星们正被全球镜头 scrutinize， 状态备受关注。王一博作为当红小生，自然成了众人的聚焦对象，可这次他的表现却被前不久在米兰时装周一举成名的肖战给压了一头。时装周一直是明星们彰显自己国际地位的大平台，这回肖战在米兰时装周上简直是大放异彩，堪称一战成名。Gucci 的新任 CEO 亲自手写了邀请函，座位安排在品牌高层的旁边。他已经连着3年当 Gucci 的代言人，虽说品牌 CEO 换人了，依旧是秀场的中心位置。所以网友们戏谑道，换个 CEO， 代言人却稳如泰山。可见肖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难怪外媒把他看作华流标杆。他在米兰支行带了2套战服，他穿了一套酒红色的皮革拼接西装，配上大背头，东方男士的优雅和意大利时尚的浪漫真是融汇的天衣无缝。肩颈的线条像雕塑一样干净利落，下颌角的转折带出了一丝希腊美学的光影韵味。第2套灰色风衣的造型更显得劲儿十足。在这套极简的剪裁中，肖战宽肩窄腰的完美比例展现得淋漓尽致。羊绒面料的柔和垂坠感与他那挺拔的身材完美契合，简直像位贵公子似的。说到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第1天，他就凭借花期这一词上了热搜，真是吸引了不少眼球。王一博作为 Lacoste 的全球代言人，披上了一套还没发布的牛仔衣，头发湿漉漉的，帅气的不行。粉丝们觉得这个造型真是有点挑战，但王一博依然驾驭得稳稳的。他这一身打扮简直就是法式浪漫和复古气息的完美结合。不过，生图曝光后，他的状态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有网友注意到，他的黑眼圈和法令纹很明显，脸看起来有点肿。他的下颌线没以前那么紧致了，整个人显得特别的疲惫。甚至有些人开玩笑说，他的青春感一消失，颜值就像瞬间崩盘，真是花期太短了。现场还有视频曝光，他进场时被保安给挡住了。王一博和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满脸震惊。针对这场争议，许多人开始为他辩护，认为这全是造型的错。在后来的 Low 秀上，他就把湿卷发造型给扔掉了。他穿上了一件清新的哑光绿色皮夹克，搭配一条阔腿裤，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了不少，皮肤状态也变得更好了，时尚感爆棚，这身打扮也获得了更多网友的点赞。这2位人气明星岁数差了6岁，可是年长的肖战状态却远胜王一博，这是咋回事呢？这俩顶流的状态好坏，其实就是古香美学和皮香美学的终极较量。在《陈情令》拍摄的时候，27岁的肖战和22岁的王一博第一次合作，古香上的差异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开拍初期的定妆照里，肖战由于要扮演夷陵老祖，因此需要做个束发造型。他的高头顶和立体的下颌在镜头下丝毫不逊色，就算是素颜，骨骼轮廓依旧分外明显。王一博扮演的蓝忘机，剧组特意为他设计了遮住脸颊的龙须刘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王一博颧弓内收的骨骼特点。在2人同框的画面里，肖战的下颌线在阴影中依然显得犹如刀削一样锐利，王一博则因为胶原蛋白充盈，展现出少年特有的柔和线条。当他们哈哈大笑时，肖战的颧骨和下巴骨架形成了稳固的支撑，苹果肌的位置也随之自然上扬。王一博的苹果肌因为颧弓的支撑力不够，导致微微下垂，
法令纹也因此变得更明显了。如今8年过去了，这种骨骼差异被无限放大了。这几年的时装周上，肖战每次出场都在用高难度的发型来挑战自己的面部轮廓。2023年米兰秀场的湿发油头造型，完美展现了头骨的比例。2024年早春系列的中分背头造型，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颅顶的高度和下颌转折的光影效果，真是让人惊艳。说到王一博这次的造型，头骨略微后倾，让整个视觉重心看起来低了一点，这就使得本来流畅的下颌线在蓬松卷发的衬托下显得有些模糊。肖战之所以冻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骨骼结构的精准把握，远胜于表面的包装。肖战的面部骨骼线条分明，颧骨和下颌骨搭建出的支撑架构，使得肌肤即使经历时光流逝也不容易松弛。更厉害的是，他的头骨比例几乎是完美的顶头高，后脑饱满，即使梳个大背头，也不觉得有脸包头的尴尬，反倒让整张脸看起来更加高贵。恰恰相反，表面美的标准是靠软组织的饱满程度和肌肤的弹性来衡量的。王一博在28岁时的面部软组织依旧保持着相当高的胶原蛋白含量，依然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气息。不过，他的颧骨内收结构使得苹果肌的支撑力显得不足，疲惫的时候就容易看到法令纹变得更加明显。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点，那就是王一博特别喜欢挑战一些难度较大的运动，滑板、攀岩、攀冰、赛车。这些运动让他的人格魅力大大提升，娱乐圈里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见。这些爬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对一个人的整体状态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他钟情的极限运动就像一把双刃剑，爬上4000米的港石卡雪峰，他真的是太勇敢了。不过高原那强烈的紫外线可是透的了防晒霜，让皮肤里的胶原蛋白流失得更快。赛车手的身份让他成了一位酷哥，可是开车的时候如果一直绷着脸，法令纹就会显得更明显了。王一博的状态起伏让人看到了外表美如花期，内在美似年轮的残酷真理。一旦软组织开始减少，没了深层骨骼的支撑，脸看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疲惫。尽管肖战和王一博在骨骼特征和外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他们在时尚界的尝试和付出，大家都有目共睹。肖战凭借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在时尚界的扎实地位，持续不断地实现突破。王一博通过各种尝试展示了他对时尚的独到见解。如今，他的跨界尝试让他变得更加迷人。你觉得他们俩哪个更合你的眼缘呢？美丽没有固定的公式，不过在抗衰老的竞争中，那些本身就有优势的人永远会更占便宜。要是说肖战的脸就像一件艺术品，那么王一博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本热销的小说。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得这样做。